但是作为一个律师啊，我的建议是不要去老赖开的网吧。正玩着呢，那网吧被法院执行了，我妈带的队。我在上网的时候落网了。就因为这次前科，一直到18岁，我妈依然扣押着我的身份证。她说我有网瘾。朋友们，太荒谬了，我怎么可能有网瘾？什么是瘾？瘾是断不了一直碰，我是碰不着一直想，我这叫网压抑。Hello， 哎，很开心见到各位啊。然后我的职业是一个律师，职业2年多了，但是已经跟法官兑现了20多年了，因为我妈的职业就是个法官。作为一个法官，他清楚孩子必须得管，如果少管就可能少管。他管理我的2大方针，跟有时候他的工作重点一模一样，严打。但是我妈严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就比如说电脑游戏这个问题，在所有的家长都在为孩子玩游戏，然后两边焦头烂额的时候，只有我妈说要相信孩子，孩子想玩电脑很正常，我家孩子想玩我从来不拦着。哼，我们家都没电脑。也不是一开始就没有电脑，有，只是没有游戏。但是爱玩电脑的人只需要一个电脑，屏保可以玩，金山打字可以玩。后来我还自己研究编程，发现了一串神秘代码，快乐数字4399。我妈连夜给电脑拆走了，电脑在我们家从安到拆不到3月，百日维新。第一次从家里偷出证件去网吧，很紧张。到了之后，老板说户口本不行。他问我你要跟鸡子结婚呐？幸亏那个时候管得不严，现在是没有了。那个时候能找到那种未成年友好网吧。那老板以前好像是魔术师退下来的，你在你面前展开一副身份证，选一张。那开机之前不知道自己叫啥。那出门在外，身份不用自己给，老板会发。但是作为一个律师啊，我的建议是不要去老赖开的网吧。正玩着呢，那网吧被法院执行了，我妈带的队。我在上网的时候落网了。就因为这次前科，一直到18岁，我妈依然扣押着我的身份证。她说我有网瘾。朋友们，太荒谬了，我怎么可能有网瘾？什么是瘾？瘾是断不了一直碰，我是碰不着一直想，我这叫网压抑。压抑就需要窗口，我就缺个 Windows。倒也不是想玩游戏啊，就看着那片草原我就开心。我那景色太美好了，你想那绿色的草原，什么蓝色的天空，那红色的警戒，那黄色的不看。高3的时候，我姥爷陪读，就搁那高中对面租了个学区房。我同学一开始一听这俩老人陪读，特别羡慕。他说：“老人陪读，你趁他们晚上睡觉，你就溜出去上网去呗。”他们根本不知道啥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保安的保。
我妈租了一个 loft， 我睡2楼，我姥睡门口。为什么选我姥的陪读？老人家有先天优势，我姥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就那个觉轻到啥程度？大半夜我都早上一下冻着了，那声音就飘上来了，跟着声音一起飘上来的还有我姥和东阳光耀。东阳光耀为健康做好药，他俩就像深夜里的一缕阳光。啊不，2位保安都是我健康的守护者。只能等到高中好不容易休息的时候，才能有机会出去玩。你说去网吧指定是不行，只能说去唱 K， 一唱8个小时，一放假就唱，那眼睛度数都唱高了。我姥就有点担心，说这么爱唱歌吗？这毕业了是要当歌手啊？我姥显然是多虑了，我这是假唱，假唱不配当歌手。高考前最后一个寒假，就那个时候每个人心中都有那种紧迫感，就包括我都有了紧迫感。我知道不能再这样，再不去网吧没机会。但是他们看得太严了，我只能给自己争取空间。我主动提出我要自己搬回到老房子复习，我妈同意了，但是在家里安了一个座机。我妈说安这个座机是为了方便联系。这真的，朋友们，我也是人生中第一次知道方便可以用来形容座机啊。我就问我妈，我说妈，座机咋方便呢？我也不知道我妈是不是点我，我妈说你要在家那就方便。你知道她说一切都全凭我自觉，就一件事，打电话得接。朋友们，你们现在知道啥叫座机了吧？那不就坐牢的机器吗？那我回来住的意义是啥呀？当接线员儿，玩不了电脑。我只能搁家玩电话。有一天接我妈电话的时候，不小心给那电话线扯断了，但是我妈的声音没有断。你知道撂电话之后，我把那座机后盖抠开，发现里面插着一张 SIM 卡。就那一刻我就知道 I'm free。也就是从那天之后，有的时候经常能在网吧看到一个背着书包的高三学生，他神色很慌张，就玩一会儿电脑就把书包拉开看一眼。也有哥们朝他借手机，但是他从来不敢吱声，直到有一天，书包响了，全网吧听那个书包以最大音量播放着《好运来》的铃声。我哥们一下就完从书包里拽上，然后看着我。怪不得那天问谁带手机你不敢说话呀，这哪是手机呀，这不电台吗？其实我到现在为止一直都不确定我妈到底知不知道那个座机能动，但是我唯一确定的是我妈大概率低估了我的主观能动。她绝对想不到她的孩子可以在网吧厕所拿着那台座机跟她打电话。那旁边人都上不出来，我路过人也纳闷儿，啥事儿不能 QQ 说呀？但有时候外面的哥们拽门劲儿太大了。有一天有个哥们直接把门拽看了我一眼，不好意思，这有个公用电话亭啊。因为我觉得我妈可能不太了解一个青春期的男孩。他觉得对于一个青春期男孩来说，最重要的是自尊。他以为爷们儿要脸，但是爷们儿要战斗。开学前最后一天，真的没有再去，在家补作业。但是那天我妈没给我打电话，我心里还有点失落。我说真在家又不打了，我说你打呀！以前我没得选，现在我想当个好人啊。然后发现座机落网吧厕所。今天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我是浩。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哎，瘦了点没？瘦了点没？
哎，真的是瘦了一点，瘦了一点啊。关注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前段时间呢去做了个小手术，割了半个甲状腺，人呢也瘦了差不多20-30斤的样子了啊。哇！不是说这半个甲状腺有20-30斤的意思啊。其实我自己感觉这个病还好，因为我从确诊到康复一共就2个月左右的时间，身上也没有因为这个病很痛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事情啊，他传到我家族群里面已经乱套了，你知道吧？就那个营销号，他给我乱剪到我家族群里面，已经说我得了前列腺癌了。我现在农村里面那些老家的亲戚口口相传说我得了直男癌，但其实一开始我自己都不知道那个甲状腺长在哪里，我就问医生，我说甲状腺长在哪里啊？他说在你脖子里面。我说我脖子长在哪里啊？他说在你第2个下巴后面啊。我真的，我以前就是从来不会注意到甲状腺的问题嘛。我想检查出来呢，是因为我想减肥，因为去年这2年比赛比得还可以哈，有点混进娱乐圈了，你知道吗？当那个小明星嘛，现在哎呀，我就发现这个娱乐圈里面好多明星，他们都打减肥针。我觉得我是个小明星，我可以小打一下。那我一去检查，医生就说你这个打不了，你甲状腺有问题。我当时急得把他拉到旁边，我说什么问题不问题的，不要给我这个那个的哈，我诚心要打的。我多加点钱可以打吧？那个医生说你真打不了，你这个是甲状腺癌。我说癌。我当时直接在那个病房里面开始唱巴比龙，你知道吗？医生说你不要紧张，这就是一个情绪病，好多人都要得的。你做个手术，一刀割了就没了，你回去排队嘛，大半年左右应该就有床位了。我说大半年，我要是死了怎么办呢？他说目前根据这个医学应该是死不了哈，你要是死了的话，那医学应该有重大发现。其实我做手术最担心的是伤到我的声带，因为我们的那个喉返神经就贴着甲状腺长的，稍微做手术不注意就可能滑到。做手术当天我半裸着被推进那个手术室，其实我还是蛮紧张的，一直躺在那个床上抖。那个医生一看我很紧张，他就很想安抚我，他就开始围着我看。他说：“哎，王悦的嘛。”哎呀，你是讲脱口秀那个王悦的吗？妈呀，你好好笑啊！我看了你好多 cut， 你放心，我今天绝对好好的给你 cut。我当时躺在那儿想，我说幸好老子好笑。你说要是换个不好笑的演员，那不是跟节目一样就快剪喽？手术做完你们也听得出来哈，我现在声带其实没有被影响到，全身上下没有什么别的变化，最多就是多了一条刀疤而已。但是医生很专业，他直接把那个刀疤他开在我颈纹上，藏在我第2个下巴后面。我现在全身上下多了一条刀疤，但是我少了一条颈纹，你知道吧？但是其实我做完手术过后休养了2个月左右，这2个月我想通了好多事情。我以前真的不知道我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我后来想通了，就是因为我情绪太稳定了。你们想一想，那种原地有风他当场就能发出来的人，他会得癌症吗？他不会，他得到尊重，是吧？我以前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为了生存，我非常的内耗、非常圆滑的一个人。但我觉得一个圆滑的人不代表他没有棱角。他棱角全部都被包在里面，每天都在里面磨自己的甲状腺。我做完手术过后，真的可以说是性情大变，真的。以前还有半个甲状腺给我拦着，现在根本就拦不住了，真的。我甚至都在想，我说我得这个病到底该怪谁？怪全世界？每个人都动了手的，真的。我跟你们说，我首先就要怪那些打减肥针的明星。要不是他们，我查得出来我这个病吗？真的，我发疯了，乱怪，我不管了哈。这还要怪我那个原生家庭。我去年不是一直在节目上面讲了很多原生家庭的故事嘛？节目一播出，我那个原生家庭像鬼一样撵上来追着我骂。具体是谁我就不说了哈，反正不是我妈妈啊。给我发消息，他说怎么生出你这样的东西啊？你录的什么烂节目？我要去起诉爱奇艺。他当时那个情绪比腾讯都激动，真的。
那天一落地，我心情很复杂，我还要把眼泪擦干了，补个全妆，嬉皮笑脸的，我着急去见周星驰，你知道吧？我们节目就是这样的，每年都会去拜访一下孤寡老人哈。就是、第二天，我就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张跟周星驰的合影，我原生家庭那边直接撤回一个律师函，转发我的朋友圈到他的朋友圈，文案配的是好东西啊，好东西。我就在想，我说爱奇艺，你没有周星驰，你早就完了，你都被讹上了。以后谁要是再说周星驰对这个节目一点帮助都没有啊，我就起诉谁哈！真的，我真的骂完家庭骂工作，那个工作更是给我重拳出击，真的。我到现在还有几场演出的钱没给我要回来，跟我说签了合同的，发过来我一看2版，1版没盖章，1版没签字，双管齐下，真的让我在拿不到钱这个事情上，妈呀，居然做了2手准备。我当时发给律师看，律师不是号哈。我当时发给律师看，律师说：“妈呀，完全不合法呀，这个合同。”我真的在想，我说我能有今天，全靠工作、家庭这些人背刺我，真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以前我觉得我自己给所有人面子，所有人给了我什么东西啊？给我一颗瘤子。但我觉得那个手术很神奇，就是一刀开下去，我感觉我所有的棱角全部都翻出来了，我都开始共情吴京了，朋友们。我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事情才会对着镜头说出那一句“我死过，你死过吗？”哎呀，我现在真的是啥也不在乎了，谁来都不好使了，你知道吧？随便，什么东西都随便，还比赛呢，这个得冠军，那个得冠军，老子得癌症了啊！朋友们，我建议你们每一个人啊，不是建议你们每个人都去得甲状腺癌的意思啊，你们可以先假装得癌。真的太爽了，所有全世界都会为你们让路的，真的。我楼上有个邻居，天天大清早装修，直接在那个物业群里面艾特他，我说呵呵我得癌症了。我本来想着就是亲戚找我借钱，我直接给他回，我说不好意思啊，我得癌症了。我想着早点做手术，跟那个护士商量，我说能不能快点给我安排床位，我得癌症了。他说这一走廊都得癌症了啊。我去剪头发，那个托尼非要让我办卡，我说我得癌症了。他呜的一声把老子头发给老子推了。我那段时间真的看起来就像出家了，你知道吧？但那2个月根本就没办法出家门，所以我就在家里面写出了我的第2个个人专长——短发。我真的回想起以前，我觉得我一直都活得像一个蚌。你们见过蚌吗，朋友们？就是那种很难想开的那个蚌，什么脏东西、烂东西全部都藏在自己身体里面。但是我感觉我没有蚌，因为蚌可以把这些东西把它磨成一颗珍珠，但我磨出来了一颗肿瘤。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不要做蚌，我们都去做花甲，就是什么脏东西、烂东西来了你就往外吐，脏东西一来你就呸，你就给我吐，你知道吧？当花甲多好啊！当花甲至少能活到60嘛。花甲之年啊，真的，我今年真的也刚刚过了30岁的生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还有大把的时间要生活，真的。从今以后，我就当那种一粒沙子我都容不下的花甲，你们这些伤害我的人，你们都给老子滚吧！你们这些沙子，大沙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宝贝，谢谢。非常开心见到大家，然后做个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多多，现在是在上海读研究生3年级。开学第1天我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蛮大的。我同学问我哪里人，我说我是四川的。他说四川好呀，四川好。哎，我以后可以把我上海的房子卖了，去四川养老。人聊天怎么能这么恶心呢？他不说我都不知道他在上海有房子。我也很难回答，我说哎呦上海好啊，上海好。哎，我以后可以把我四川老家的房子卖了，去上海等死。有的时候我也感觉有点自卑啊，我就很害怕他们问我平常喜欢干什么，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玩手机。但你说自己喜欢玩手机，就好像说自己是个 loser 啊！我喜欢不思进取、自暴自弃，很羞耻，很难说出口。我都说我喜欢玩手机，玩手机啊！你要不自觉带过去啊！但其他人说他们的兴趣爱好就说得很自信。我喜欢潜水，
爬山、野外露营，不太理解，又是野外又是下水又是上山，我总感觉这帮人没有进化完全。我们的老祖先就是一步一步花了漫长时间，从海洋到陆地，才从猿人进化成智人的。智人就应该玩智能手机啊！你让老祖先怎么想？老祖先一看，我去，怎么还在爬山呀？咱没有手机应该好好玩啊！咱老祖先当年没这个条件，你给他一个手机玩，他不知道玩得有多开心。每天窝在洞穴里刷 B 站，直接从猿人进化成2次元人。就我真的很难理解他们那些爱好所带来的快乐。爬山我觉得累，潜水我觉得贵啊。而且这些人出去玩就出去玩，经常发文配朋友圈说什么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我缺的是勇敢吗？我这个人最不缺的就是勇敢。我妈跟我说，你再玩手机眼睛就瞎了。我还玩，我也可以做到很勇敢啊！我也可以去潜水，让专业教练带着我1个小时700块钱，结束之后跟他说：“哎，我没钱。”你所以不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啊，是有钱的人先享受世界。没有钱我都不能买我喜欢的手机。你别说享受世界了，我只能享受花呗12期免息。我都不理解，光有勇敢没有钱是怎么享受世界的？你是不是走到银行门口说：“哎，要不然我今天勇敢一把。”我感觉这个社会对玩手机充满偏见啊。什么学习不好手机玩多了，眼睛不好手机玩多了，睡眠不好手机玩多了，那咋了啊？这不是应该的吗？手机带给你这么多快乐，你受点伤害怎么了？你快乐都是有成本的啊！你像潜水，万一潜着一回头氧气瓶丢了，那不完了吗？啊，还得再买一个。就我觉得兴趣爱好是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的，但玩手机就好像这个鄙视链的最底端啊，玩安卓手机更底端。你像喝酒也会对身体有害，但你在上海这种城市，你说你喜欢喝酒，听起来就比喜欢玩手机更体面一点。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标榜自己爱喝酒，我问他喝啤的还是白的，他说 low，从来不喝，他都喝高级的葡萄酒，因为喝多了不会头痛。哎，我说你为什么不直接喝水？我问他高级在哪里，他说他的葡萄是法国产的。我不知道他拽什么，我的苹果还是美国产的。哎呀，很多人喜欢喝酒，无非就是喜欢那种被酒精麻痹自己，慢慢忘记烦恼的感觉。玩手机也可以麻痹自己。我手机玩了6年都玩烂了，现在边充电边玩手机，手机都漏电。我觉得很奇怪啊，明明大家在玩手机，你很难光明正大的把它大大方方讲出来。没有人在自己工作简历、兴趣爱好内栏说喜欢玩手机的。都说喜欢看电影、听音乐、拍 vlog， 那不就是玩手机吗？你干嘛不能大大方方讲出来呢？啊，你对手机来说很不公平的。你手机帮过我们缓解过很多尴尬，有的时候在电梯里遇到一些半生不熟的人，你真的不知道说啥，你都低头玩手机。没有人说哇好尴尬呀，我要攀岩啊。我知道大家今天的手机都被没收了啊。你们以为是怕你们录音录像吗？啊，其实是怕这个4位导师点评太尴尬的时候，帮着你们。偷偷玩手机，偷偷玩手机。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约我早上8点钟去市中心攀岩，我根本不懂攀岩，我只在上学的时候翻过墙。他说攀岩不一样，攀岩有不同的线路、不同的难度。我说爬上去之后干嘛呢？他说跳下来。我说跳下来，然后呢？他说再爬上去。我说跳下来之后不应该去上网吗？
我那天到了攀岩馆之后，我就看见我说我肯定爬不上去，我说咱能不能坐电梯啊？他说你相信我，他说攀岩是一种高级的快乐，是一种你经历重重困难，最后达到目的地会产生一种征服感。我说征服感，我为了来攀岩，我定了早上6点钟的闹钟，挤了1个半小时的早高峰地铁，换乘了3次，有不同的线路，不同的难度啊。我征服谁了啊？我征服了。我最后还是跟着他爬了2个小时墙啊！结束之后，唯一的感觉就是累得想死。我为了缓过来，在床上玩了2天手机。我今天已经讲了5、6分钟了啊！我想去玩手机了，拜拜，拜拜。上楼下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徐指导。去年刚刚也聊到了，讲了一下我的书法家爷爷徐德伦先生被诈骗的故事。我爷爷很聪明，播出以后做了个小某书号，1个月的时间涨了1万粉丝，我自己涨了1200。我努力了1年，我没追上他。哎，你们有人刷到或者关注他那个号吗？取关他。就我现在都分不清我家谁上的节目。那天看到个营销号发我的视频，标题叫徐德伦孙子脱口秀。各位，我要早知道徐德伦这3个字去年传播比我快这么多，我真后悔了。我去年在这个舞台，我就应该说大家好，我叫徐德伦。希望你们关注一下我的爷爷，徐指导啊。我去年一边录节目，一边还在北京上班。节目组听说以后，就非要去我单位拍一下我工作的1天，公司没让他们进。于是这个节目组为了能够拍到我真实工作的1天，可以说是非常天才的，在外面租了个办公室让我去上班。各位，那是个礼拜3，我请假去的。这个请假理由是太难写了，领导，我想上外面上1天班啊。本身我领导就挺烦我，我记得我入职，他给我的第1个工作是把我派到我们在海南的一个旗下的免税打折的那种商场，让我去支援卖那种打折免税的奢侈品。但各位，我是那种对奢侈品价格完全不懂的人，我真丢大人了。我去第1天，那个领导拿了一个打了2折的围巾跟我们介绍1800，其他人都惊呼真便宜，就我提问，我说那打完折呢？后来这个领导按照能力给我们几个新来的分配工作，这个同事 A 卖包，因为他懂包；同事 B 卖鞋，因为他懂鞋；安排我安保，因为他懂我。我那个主要工作防盗就可以翻译过来就是抓小偷，就你们也能理解，因为有很多人他商场里逛街的时候逛着会觉得你们这个折扣力度还是不够大，决定自己动手。我们碰上个大爷穿上我们那个加拿大鹅的羽绒服就要往外走，我拦他以后，他跟我说是从家里穿过来的。哎，我一直以为我们店里的大鹅都是加拿大来的，我没想到还有加拿来的。但我愿意相信，有的顾客就是会穿着羽绒服来逛街，毕竟那天的海南38度啊，就他下半身还穿着短裤呢。一个上半身穿着像在南极的人，下半身居然就一条南极人呢。那个长宽羽绒服一穿，我都看不见他短裤了。我说太潮流了，大爷，下身失踪。只见他旁边那个羽绒服模特，上身失踪。你感觉谁用鼠标把衣服挪大爷身上了？换装游戏，奇迹大爷。穿的暖暖，大爷第2天卷土重来，那是更加凶猛，从帽子到鞋全是我们店里的。就他往外一走，我以为哪个模特活了，而且我觉得他直接扒模特身上，这个偷东西方式也太可怕了。你说我哪天要是站在那个店门口站岗，我要是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安保服给我穿走了啊！每天过来扒2件衣服，大爷，我天天就得防他扒衣服。我那阵那个工作干得跟个阿凡提一样，我天天就研究怎么智斗这个八一老爷。我领导安慰我说，服务业就是这样，什么都有可能碰到。我说关键我现在干的工作性质也太像畜牧业了，
每天就是负责把跑出来的加拿大鹅赶回屋子里面，偶尔还让我抓捕几只始祖鸟什么的。现在，但这份工作给我带来最大的困扰是请假非常困难。去年第1轮来录节目那2天，我痛风发作非常严重，就实在是出不了门啊。这几句是跟我领导说的。到了这边以后，我发现录节目那2天，我们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要收手机。我那天晚上10点一出来的时候，我满屏幕好几十条我领导远程找我干活，质问我为什么这个失联的消息，我真是百口莫辩，我压力爆大，我想跟他胡说八道。我说不好意思，领导，那个其实下午那个不好意思，是不小心这个死了，我跳出还行，被复活了。因为我又痛风请的假，我真没什么办法。我最后憋出来一句，我下午痛晕过去了。我说领导，你有什么事儿啊？明天上午提前跟我说，因为我大概明天还是12点晕过去。下周还让不让我晕，就看那几个坐着的大夫拍不拍手术灯了啊。妙手回春，妙手回春。但我说实话，我去年就是用的那种合法合规的年假来的。我不大理解为什么有的领导你用这种合法合规的年假，他会拼命的刨根问底问你的理由。我说家里有点私事儿，什么私事儿？出去旅游，去哪旅游？我说陕西，陕西有什么可玩的？我说陕西有秦始皇陵啊，我得去看看那些不让手下休息的暴君是怎么死的。说实话，现在请假压力，你们不觉得吗？有点太大。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大概过2个月想参加个婚礼，请1天年假，那真是提前快半年就跟我们几个关系好的去研究，在什么时机用什么话术给领导送什么东西，领导才能答应他。我说你要跟你领导求婚呢，你是怎么跟你领导请的假？你跟他说的该不会是那个领导嫁给我吧？领导但凡一犹豫，我们在边上帮着起哄，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以后我请假，你们几个都来啊！我说，那你以后没病也能请下来病假了，毕竟嫁给你是无论健康或疾病嘛。但病假是我心理压力最大的一种假，就我从来不敢休病假，请到我病完全好透那天，因为那样没法跟领导证明我病过。我前段时间崴脚还挺严重，拄了几天拐。我请完病假以后，我休完以后刚好隔了个周末，就我恢复有点太快了。我上班那天我有点健步如飞了。那天我内耗了一早上，我决定在公司楼下找个医疗器械店再买套拐。但各位装瘸这个事儿啊，真的很容易忘的。我当时发现那个打卡机还有20、30秒算我上班迟到，一群新同事看着我扛着双拐飞奔，那个姿势像一个拉黄包车的忘带车了。关键他们看着我打完卡立刻就瘸了，这还不是那天最尴尬的。我领导找我交接我不在这几天的工作内容，各位我真不知道我怎么做到的，我真不知道我怎么做到的，我给拐落领导办公室里。怎么回去拿呀？我不能现在回去，不好意思，领导，我这个爬了好几步啊，过来啊，聊的时间有点长，好了，好不好？我现在那个拐还在领导办公室里，没什么机会拿了。因为这次来上海之前离职了，感谢各位。主要我这么考虑的，这段节目一播出，我这辈子都请不下来假了。那我还不如干脆请个这辈子的假。谢谢各位。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徐步器。能看出来我和其他脱口秀演员有点区别哈。我没病。然后我的原生家庭确实也比较幸福，但其实挺苦恼的，你们懂吗？因为脱口秀演员其实大多数根据自己的负面情绪啊、烦恼去创作嘛，写不出来，所以很多时候我真的感觉自己是一个挺没有天赋的脱口秀演员。我的原生家庭很糟糕，因为父母关系太好，他们相敬如宾，从不争吵。我爸会打我妈手机号，
我好想写个段子逗你们笑，可是烦恼根本找不到。直到今天，妈妈突然冲进我的房间里，说：“你怎么还不着急？都快30好几。”我一边说着啰嗦，一边窃喜。我终于找到负面情绪。妈妈说：“等你30好几，就只能找弟弟。”哦，烦恼在哪里呀？烦恼在哪里？再这样下去，我真没竞争力。还好我没啥钞票，还能闯穷人的赛道。第2天我把工作找，你猜怎么着？双休有社保。哎，不过总算可以骂骂职场了，对吧？我可以天天熬夜，天天脱发，天天开会，天天加班急躁，高峰地铁想想都心酸。然后我第1天就早退，在电梯撞到老板，手里拿着公司顺的厕纸和饼干。这将是最完美的一天。我在接近喜剧的边缘，我说老板，我今天一点活都没干。他说你也挺累的，每天也不骑车拎着电瓶来公司充电。我说老板，你快点骂我几句。他说我可不敢惹你，因为我知道你干喜剧。我现在比较庆幸的就是我是女生，因为女孩子总会有一些焦虑或者烦恼的问题。还好我是女生，总能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年龄焦虑、身材焦虑、外貌焦虑。我看着镜子，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挑不出一点毛病。哦，烦恼在哪里呀？烦恼在哪里？再这样下去，我只能和王冕炒 CP。可能现在我只能去谈恋爱，去吃爱情的苦，然后遇上几个渣男，然后分手爆哭，然后骂男人。可是男人在哪里呀？男人在哪里？我只有我自己，完全没人惹我生气。直到后来我遇到那个坏的男孩，我白天跟他吵架，晚上整理素材。他白天不出门，晚上也不回来。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报了开放麦。他说我的原生家庭很糟糕，他抄我段子，而且一字不落的抄。他说男人在哪里呀？我说警察在哪里呀？警察在哪里？他说他这可不算抄袭，因为他弹的是尤克里里。直到我今天外卖超时，我才有些窃喜。一开门我就不说话，假装很生气。小哥说他车没电了，满脸的歉意。我看着他的脸，陷入复杂的情绪。哦，弟弟在这里呀，弟弟在这里，生活都不容易，偶尔没电真的没关系。哦，对了，以后每天来公司找我，我会把电瓶充满电给你。其实这些烦恼，我和你一样也不少。我续写故事的美好，是我期待世界的草稿。希望你也不烦恼，烦恼根本找不到。希望我也不烦恼，只是写个段子逗你们笑。谢谢各位。哎，大家好，我叫小海。谢谢。
去年我是在节目上讲了一个不想穿胸罩的段子。我知道你们可能现在心里都有一个疑问。没穿。大家也不用盯着看啊。请大家关注我的作品。去年节目播完，有很多演员都收到了差评，我没有，我收到的都是骚扰。有一个大哥就给我发私信说，你确实不用穿，因为你太小了。我说来看看你有多大。我点开他头像一看，他胸比我都大。我觉得他才应该穿胸罩。我觉得那些内衣厂商就应该专门出一些给这种男人穿的胸罩，就叫贝克汉姆的秘密。功能都不是为了聚拢显大，就是为了摊平显小。广告我都想好了，就你还在为胸大感到自卑吗？还有人说你胸大无脑吗？穿上贝克汉姆的秘密，让你大胸秒变飞机场，抬头挺胸做男人，做男人挺好。今年又来上海录节目了。我前2天路过安福路，我看到了很多摄影的老法师。你们知道什么是老法师吗？就老法师就是很多老头儿退休以后，终于找到自己真正的爱好，美女。你感觉这爱好他也不是找到了，他就是坚持住了。那天我就看到一个老法师，他直接对这个穿短裤女生腿这样拍张照片，他就跑了。我说这不是偷拍吗？这是老法师吗？这不是老违法师吗？我就追过去了，我说你刚才拍的是啥？他说我就拍了个半身照。我说你管那个叫半身照啊？那你身份证上是你下半身呐？对，来，我看看你的1寸免冠下半身照。他说这也不能怪我呀，对吧？但是这女生她穿长裤啥事儿没有。我说怎么偷拍还怪短裤呢？啊，是短裤在偷拍吗？他一个裤衩拍呀。我发现每次有女生被偷拍被骚扰，总会有人说穿长裤啥事儿没有。怎么有长裤女生就安全了？那这样的话，女生宿舍门口也不需要保安了，你挂条长裤呗。秋天挂秋裤，冬天挂棉裤，健身房挂瑜伽裤，汪峰演唱会就挂皮裤。还穿长裤啥事儿没有？这句话好像长裤的广告呀。穿长裤啥事儿没有？经常右脑就穿6条长裤。穿长裤他好我也好，我是渣渣辉是兄弟就穿1条长裤。当时他还狡辩，他说这真的不能怪我。他说你看穿短裤露出美腿就是会激起人的欲望吗？你感觉对于这些人来说，你穿的再多都能激起他的欲望，对吧？你穿个瑜伽裤，你的美臀激起了我的欲望；你穿个长袖，你的锁骨激起了我的欲望；就算你穿成个木乃伊，你的神秘激起了我的欲望。我当时看了看他相册，我说怎么腿脚腰都能激起你的欲望啊？你是不是看见肉就能激起欲望？那你要这样的话，你还能吃猪脚饭吗？哎呀，这个狱卒啊！去买鸡蛋灌饼，老板不要火腿会激起我的欲望。就对他来说，烤鸭店那就是夜店。看见吊炉烤鸭在那转，妈呀，钢管舞！我觉得这些老法师，你们要非要拍的话，可以拍点喜欢偷拍的，对吧？你们可以互相拍，对吧？老韩腿也是腿嘛。你们要是拍不好，我可以帮你们，对吧？回头我也建个账号，就叫街拍大爷。那朋友们喜欢老头的有福啦，到时候我就专门偷拍大爷偷拍，就叫大爷上班路透。4K 无水印高清大爷。
回头我再开个摄影展，我还会去现场讲解。我说大家好，我叫小海 ，A.K.A 安福路站姐。大家来看这张照片，大爷长得多好看啊！看这脸包头，这高谢顶，看这张大爷身材多曼妙，看这核桃臀，这老蛮腰啊！要是有人问说你这样会不会侵权了呀？他们都穿长裤了，啥事儿没有。这个摄影展的名字我也想好了，就用我的名字命名，就叫老人与海。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的这个表演风格是台风非常的虚弱，这个是我天生的气质啊！大家看我演出不用担心我的健康，因为现在演出老有观众看着看着纳闷儿，这个演员是不是要休克了？挺健康的，生活中就是这么个人。有喜欢我这个风格的会评价我像马三立。就很多年前的相声泰斗，肯定没到人家那个艺术造诣。他们就是说我身上有一种看一场少一场的那种老艺术家的感觉，这个真挺冒犯的啊！对此我只想表示我倒。这02年的网络流行语啊，我倒，我至今都非常喜欢使用。这可好使了，这个。复古，我是一个这个全职的脱口秀演员，然后我最近是特别想找工作。我首先没有影射这个行业衰败的意思啊，我只是这个脱口秀讲到现在，我是真的发现，这个脱口秀的奥秘就在于你创作要想好，生活就不能过太好。这个真的挺残酷的，我晕。这个是03年的那个。我导的升级版，这个更俏皮一些。所以你明白这意思是吧？工作很重要，得找一个工作让自己吃点苦才行。有一些找工作的设想，首先我的第一个设想就非常的艰苦，第一个设想是创业。创业我具体的赛道是餐饮。哎呦，太苦了！想了一个非常新的概念啊，这个大家一定跟上我的思路啊。我准备在线下开一家早餐的买手店，就是早晨买入各种美味的早点，下午晚上去卖。这个太厉害了，很多人生命的痛点就是有些美食起晚了吃不着了。你比如说油条豆腐脑，对吧？麦当劳猪柳蛋卖满分。这个最好吃了，我上一次吃是高考那天。本来还想卖其他的，还想卖那个鸡蛋灌饼。有没有吃过北方的那种烤炉鸡蛋灌饼？圆的特别好吃。这个现在卖不了了，现在这个做鸡蛋灌饼的都太狡猾了，他们现在白天不收摊儿。我们就没有竞争力了，因为首先他们成本更低，我们的货就是从他们那儿进的。其次，他们的货比我们的脆。我囧。这个是08年的年度词汇啊，这个08年是网络流行语的黄金年代。明白这意思是吧？早餐的买手店理念就是让大家在除了早晨以外的任何时段都能吃上早点。店名我都想好了，就叫早饭就该睡前吃。英文名叫早 C 晚 A， 就是早餐晚安的意思。这个行吗？行，真行啊！我现在差一个投资，因为我不打算赔自己的钱。还有另一个设想，这个更加浪漫一些啊，打算当一个深夜里的那种脑洞作家。脑洞作家，我每天都熬夜啊，这个就是我身体虚弱的秘诀。熬夜熬多了就发现熬夜有好处的，人在深夜会迸发出很多那种脑洞和哲思。你就感觉世俗就是有一个误区，它就是默认熬夜没有早起勤奋。早晨你看见公园里有一个人跟那儿800标兵奔北坡，哎，你会觉得这个出早工练声呢非常勤奋。
但你要是大半夜看见有一人跟那儿，800标兵奔北坡，你就会感觉他是不是真看见了？我每天都非常勤奋地记录那种深夜的灵感，给大家分享一个好不好？来一个凌晨1点我的哲思。有一天我发现这一定跟上啊。发现这个山和楼房，它们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山和楼的原理就是一块地上能住更多的人，一层一层的，对吧？山也一样，山的形状是一个锥形，它相比平地增加了表面积，所以上面能长更多的树，所以山就是树的楼房。这个感觉有点像乞讨。都能跟上，对不对？能跟上，咱们再来一个凌晨3点的。这都循序渐进啊，3点这更烧脑一些。我进一步我又发现，我觉得人的生活不一定比树自由。我们的古人把山里的树制成了书籍，然后书籍指导人类盖起了楼房，搬进了楼房，也就被困在了2点1线的生活里。有没有可能，其实这一切都是树的阴谋？就是树想把人类困在2点1线的生活里，谁叫人类首先砍伐了树木？这个就是我凌晨3点琢磨的东西啊。很多人都劝我早点睡，但是你琢磨出这些，你头脑风暴一旦开始停不下来啊。最后再给大家来一个凌晨5点的。5点这个我最喜欢了啊，这非常短。向平静的湖水射箭，成绩永远是10环。说的就是那个涟漪，特别像一个靶子，箭落在哪里，哪里就是靶心。我觉得这个挺浪漫的啊，这个写完早点都出摊了。我就直接奖励了自己一顿早饭，顺便还想出了那句早饭就该睡前吃。这个就是我们脑洞作家的工作啊。其实作为脑洞作家，我们相信每个人在深夜都能迸发出这种脑洞和哲思，都可以。只不过有的人睡着了，灵感就变成了梦，醒来你就看不懂了。所以我们要熬夜创作。其实不是真的想找工作啊，这个创作本身就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10环。谢谢大家。有些观众可能不认识我，自我介绍一下：普拉斯，中国最优秀的 sketch 编剧，无他，不抄袭而已。回来说脱口秀了，因为这边抓抄袭抓得比较严。3年没说了，这3年的话题我了如指掌。无外乎就那些：3年原生家庭，2年女性主义，1年中专学历。不出意外，今年应该是中国脱口秀 ADHD 元年。我是那种原教旨主义脱口秀演员，用现在的话来说叫 vintage 演员。我觉得脱口秀应该是冒犯、讽刺、撕开自我、抨击现象。所以我不理解为什么互动相亲脱口秀也叫脱口秀啊？哎，这我也可以，我可以的。现场有没有单身的朋友？有，那边吗？有。OK， 好，你这个女生你选什么类型的男孩子？啊，一起来的，还有吗？还有单身的朋友吗？第一排我就不互动了哈，我第一排就养闲人。互动可以，相亲没问题，但是脱口秀在哪里？我每次和同行聊起这些问题，他们都说普拉斯你对脱口秀有太多ego，那是因为现在脱口秀有太多狗。真的嫉妒狗哥，他太火，赚太多了。
但是只有我傻站在这里说，别的演员不说。不是因为他们聪明，他们超装的。因为我还是成都一个喜剧俱乐部的老板，用上海话来说就是一个厂牌主理人。演员太难请了，得捧着他们。演凉了，他们从来没怪自己，怪观众，说观众不懂。谁说观众不懂？你就卖20张票，我看观众太懂了。怪完观众怪城市，说我在北方演得很炸，怎么到成都就凉了？你们成都风水有问题。我说对对对，我们成都人有抑郁症。他还接着问，他问真的吗？我说当然是真的。刚刚演出结束，结果观众走出去说看完你的演出想死。3年没在台上演，但一直在台下演，陪演员聊创作，说我这个段子梗少，但是高级，不幽默，但是煽情。普拉斯，你懂喜剧，所以你懂我，你说说看。我说超级厉害。结果他还要追着我聊，他说但是我看过有人写过类似的段子，所以我在写的话算不算抄？我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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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嘘，我的哥哥怎么会抄袭呢？你只是在致敬。演出完之后还要招待，我记得全国几百个演员的喜好，谁喝美式，谁喝拿铁，谁喝拿铁不加糖不加奶。有毛病啊！谁喝拿铁他不加糖不加奶啊？是不是你啊，门枪？不是他，他人很好。我记得那么多人，我唯独忘记了季季。说起来我就来气，就是因为现在有2个脱口秀节目，人多的我有点舔不过来了，几百个皇帝我一个太监，人送外号脱口秀小辣子。大家听我的风格，其实就知道有人想杀我的，还好有法律，只被网暴过。而且我是那种特别豁达、特别开朗，不是斤斤计较的人，所以当初骂我的那87条私信，根本没放心上。全放黑名单里面。骂我骂的最多的是什么？骂我死全家，一点伤害没有，因为这是一个陈述句，我们全家必死。你们全家爱咋活咋活吧，我是不会原话骂回去的，那就成抄袭了。还有造我黄谣的，我全都看了，我看着看着看进去了。真的很好看，有细节，有氛围，高潮迭起，跌宕起伏，我全部截图保存收藏。骂我的那么多条私信里面，有一条我记得特别清楚，记忆犹新。他第一句话就震惊了我，他说：“普拉提。”你的血是黑色的，你这辈子只能站在别人的身后发烂发臭。首先，我叫普拉斯；其次，坏人的血才是黑色的。我的永远是 A 型。今年决定回到舞台，我就想做自己了。这几年我是主理人，是编剧，是爱奇艺 SVIP， 一直站在很多人的身后。我觉得是时候了，所有人向后转，我要站到前面了。谢谢大家，我是单口演员普拉斯。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海宇。说实话，朋友们，现在我的稿子是什么，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我今天的表演主题只有几个字：关爱残疾人。太难了，朋友们。我走上这个通道，我第一次为我身体的健全而感到。你告诉我怎么打？中国历史上有谁
一次性打过2个残疾人。只有我打了2个残疾人，都不一定会上热搜。我刚才在那儿待了20分钟，我在想，我有什么地方可以残疾一下？所有朋友往我这儿看，我的牙掉了一颗，你们觉得算吗？不是刚才打掉的，真的是前几天才掉的。所以接下来我的表演如果没有接住这段线挂，请大家不要怪我，因为我的技巧老掉牙了，不好意思。谢谢大家给我的热情，我们现在可以听正常人讲脱口秀了吗？可以，对不对？谢谢大家，我叫海宇，开始我的表演。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大家听过这个地方吗？感谢大家，因为跟人介绍家乡会很困难，基本上大家听到就会问，甘孜州是那个明星丁真那个甘孜州吗？我说对。他说那你把他的微信推给我一下。丁真对大家来说可能算明星，算网红，但他对我们这种小山区、藏区，他是我们的图腾。因为没有哪个明星比他走红的更简单了。传闻中，就出去买了2桶泡面，被拍了几张照片发出去，网上所有网友炸了，说这个笑容太纯真了，他就火了。他火了之后，我身边所有藏族哥们儿疯了，说他有老子纯真吗？他懂微笑吗？他们觉得丁真走红的所有过程有一件事情格外的重要，买泡面。你就说纯真不纯真？那段时间他们天天出门买泡面，我们县城超市老板出门买泡面，但凡看到大街上有游客拿着手机照相机在那拍，他们就开始表演纯真。师傅，拿2桶那什么师傅。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家会喜欢他，因为他很多时候接受采访会说藏语。我真的觉得不管你这个人啊品性如何，你只要会说几句藏语，你给人的气质就会不一样。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所有的电视剧都被翻译成了藏语版，然后这个电视剧就没办法再看下去了。你们有没有看过藏语版的《古惑仔》？发生在香港的甘孜故事。山鸡哥哥说：“老子今天卸你一条腿。”扎西德勒。你就说虔不虔诚？你听完感觉整个铜锣湾真的很需要你这一条腿。如果那个时候跟他们2个比赛，我早就捐出去了。《还珠格格》也是藏语版，多少人的青春，《还珠格格》说藏语，一个汉族人扮演的满族人在说藏语。我只接受容嬷嬷说这4个字，因为这样对紫薇可以好一点。你扎他一针，扎西德勒；再扎一针，扎西德勒。紫薇说：“哦，扎死得了，别扎了，太快了，别扎了，别扎了。”后面我就来到大城市，真的朋友们，我感受了大城市的生活。但是我有一个最大的感触是，我觉得像我这样在藏区长大的孩子，其实我们不太适合做单口喜剧，因为我们有点太快乐了。
我也是来了大城市才知道什么是原生家庭。我们那边真的没有，我们原生态家庭。我当时有一个同桌，他高考前的数学模考考了137分，他跟我说他回家会被他的爸妈打死，原话打死。理由是他上次考了140分，退步了。我真不理解，我当时的心态就是那种非常传统的篮球教练。我想这3分有那么重要吗？考好了会紧张这个事情，我作为一个高原上长大的孩子，朋友们，我真的不能理解。因为在我们那边，所有的情绪表达都很简单，都只有一个出口，我称它为“给黑黑”。大家都没有听过，没关系，我会在这里跟大家示范一下，但是你们不要害怕，好不好？我不会突然变异。很简单，就是说，不管我们的情绪是什么，我们小的时候面对草原，我们就会本能的吼出这么一声。吼完之后，不管什么情绪都可以立刻消解。真的，小的时候我们放牛的时候会给黑黑，把牛做成牦牛肉会给黑黑，牦牛肉卖不出去给黑黑，丁真直播把它卖出去了给黑黑，全民给黑黑。所以我来到大城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我在这边最好的朋友分享。他听完以后不开心，他跟我说：“我觉得你这样吼就没有边界感呀，你当着陌生人面你这样吼你就没有边界感呀。”我们那边连边界都没有，所以我们敢。我总结过我生活的很快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边的父母就这么养我们，你懂吗？他们对孩子没有什么期待。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什么货色，高原上真的没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因为他知道这么多年生活在那儿，高原上不长这个东西，全都是牛和马。所以我也会有点割裂，因为牛马在我们老家真的是个褒义词，代表着自由、放纵、给黑黑。我觉得永远不会有一个藏区的牧民在放牛的时候，突然就看他们家的牛不顺眼，然后就开始骂他、抽他，说你今天为什么只吃了137根草啊？是不是最近没有认真上坡？你觉得你牛吗？你能不能学一下别人家的牛？早早的就去了某利某牛那种大厂。再不认真吃草，我跟你说，以后长大去当牛吹吹吧。所以吼出来真的很重要，朋友们。我在大城市待了很多年了，我身边大城市的朋友已经没有人有吼叫的能力了。你不学会吼叫，你在大城市待着，你就是会碰到障碍的。双向情感障碍、自恋型人格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大城市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障碍？就这些东西在我们老家统称为想得太多，也就是不给黑黑。我真的觉得高原上长大的孩子很难得 ADHD， 因为我当年 ABCD 都学了7、8年。你在我们那待着不可能注意力缺陷的，因为你能看到的东西就那么多。你稍微一缺陷，牛就丢了。所以，更文明真的会更快乐吗？我觉得不一定。今天你们很早就准备了，坐大巴来到这里，其实本质上是一种追星。你们很累，但你们在看到你们想看到的那些人的时候，你们会瞬间回到我的老家。对，就是现在这种声音。就我们刚才的这个情感交互，只有我们老家才会出现的。
所以我把给黑黑推广给你们。你回家自己吼就可以了。它有很多应用场景，对吧？你们下次出差的时候可以带上它。高铁、飞机你就揣着它。你真要休息，旁边一个小孩开始哭，所有乘客不敢说话，就你站起来看着他。哎，小孩儿。你又没有骂他，你也没打他，甚至这句话跟他的爸爸妈妈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所有乘客都会向你投来一个眼神。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休息，可以去我们那边玩一玩，对吧？你们可以在大街上随便吼，当然你们也可以带上相机。如果你们看到有人冲着你们笑，不要害怕，我们以为你们是星探。下一个丁甲要来了，我讲完了，朋友们，谢谢你们。